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人性论。有时候你会不会突然停下来，不再问我是谁，而是问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你会因为一句话生气？为什么你会在深夜对某个人心软？为什么你明明知道道理，却还是做不到？这些反复折磨你的情绪、欲望、冲动和理性都像一道无形的河流，把你推到你以为的自我之外。而今天这本书大卫·休谟的人性论想告诉你，其实你以为你正在凭意志生活，但你真正跟随的是情感，是习惯，是那些你从未察觉的最隐秘的力量。今晚我们一起在安静的灯光下读懂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，也更复杂。大卫·休谟，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，一个从小就爱发呆，爱观察人类奇怪行为的年轻人。别人忙着研究数学、政治、神学，他却盯着人心里那点最细微的波动：嫉妒、善念、欲望、恐惧、习惯。休谟写人性论的时候只有20多岁，他几乎把所有青春都耗在一个问题上：人到底是怎样运作的？他写书的过程并不顺利，没人买他的书，没人理解他，他被学界排斥，甚至差点因为观点过于直白而被指控为异端。可他依然坚持写完了这部3卷本的巨作。他说，我希望像牛顿解释天体一样解释人类的心。而他的答案至今仍让无数读者震惊。人性论不是小说，但它有一条清晰的线，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出发，拆开你从未注意的机制。为了让你能听懂它，我会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带你走一遍。一切的开始，印象与观念。休谟告诉你，你以为你的思想是深邃的，是复杂的，但其实它们来源都很简单，它们都只是印象，你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，和观念，你对印象的回忆和组合。你看见雪夜的灯光，那是印象，你后来回忆起它，那是观念。你没有任何一个想法，没有任何一种信念，不是从某个感官开始的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含义是惊人的。你以为你的灵魂，你的内在深度，其实都是外界塑造的。你并不是靠理性在生活，你可能以为自己讲道理，但休谟直接告诉你，这是一种幻觉。人真正做决定，从不是因为理性，而是情感。理性只是给情感补一张理由，就像你先喜欢一个人，再找一堆他说不出的好；你先讨厌一个人，再为自己的厌恶找借口。理性是仆人，情感才是主宰。这句话至今仍像一记耳光，打在所有自以为成熟理性的人脸上。因果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你看到一次事情 A 发生，然后 B 跟着发生，你就觉得 A 必然导致 B。但休谟说，不，世界没有必然，你只是在反复经验中习惯了。你看到火会烫，你看到石头会掉下去，不是因为你的理性，而是因为你的经验把你训练成这样。你以为你了解世界，其实你只是习惯了世界。道德从哪里来？你以为道德是高尚的，是理性的，是深思熟虑的，但休谟说，不是的。道德来自感觉，来自你对他人痛苦的共鸣，对他人善意的欣赏，对恶的自然厌恶。你称赞一个好人，并不是因为你经过理性推导，你只是觉得温暖、舒服、应该。所以休谟认为，善是我们希望看到被延续的情感，恶是让我们退缩的情感。如此简单，却如此准确。自我是什么？书中最震撼的一句话是，自我不过是一簇不断变化的知觉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我，你只是连串不断的记忆、感受、习惯的组合。你认为你始终如一，但其实你每天都在变。人性论把你的自我轻轻拆开了，读到中间你会突然沉默。休谟说，人类从来不是靠理性活着，而是被情感驱使，被习惯牵着走。
那一刻，你可能会突然联想到自己的人生。你以为你成熟，但你依然会因为一句话崩溃；你以为你理性，但你仍会因为一个眼神喜欢上谁；你以为你自由，但你还是被自己的脾气、情绪、过去的创伤推着前进。你站在生活的风雪里，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我以为的深思熟虑，而是那些被伤害过的记忆、被爱过的瞬间在替我做决定。这个认知会让你短暂绝望，但同时也会让你轻轻松一口气，因为你终于知道，你无需完美，你无需总是想得很清楚。你是人类，你可以脆弱，可以混乱，可以不那么合理，而这就是人性。你可能会问，那知道这些有什么用？休谟给的答案是，不是让你更理性，而是让你懂得宽恕自己。当你知道，你不是靠理性做决定，你是情绪驱动的，你是习惯形成的，你是被经验塑造的，你不存在所谓统一的自我，你就会明白，自己并不坏，只是人类，别人也不是恶，只是人性如此。理解人性，是为了学会温柔的生活。你不再苛求自己强大、完美、永不崩溃。你不再要求别人永远成熟、永远理智。你开始让情绪自然地涨落，开始接受自己偶尔的懦弱、偶尔的冲动、偶尔的迷失。因为你终于知道，人性本来就不稳定，本来就需要理解，而不是责怪。讲到这里，你也许会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，不是被鼓励，也不是被教训，更像是有人在黑夜里把一盏灯轻轻点亮，告诉你，你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完美，你只需要诚实地做一个人。这是休谟写人性论最大的温度。那么，听到这里，你想不想问问自己，在你的一生中，有多少决定是你以为理性选择，却其实只是你情感深处的回声？